你快看，沈经理天天带大家通宵加班，怎么才拿个 C 啊？反而那个新来的林助理拿了 S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上次出差就2个商务舱名额，顾总带林婉婉做，说他晕机，让沈经理去做经济舱。还有上次项目负责人只能写1个，顾总直接填了林婉婉。这偏袒的也太明显了吧？沈经理可是他未婚妻啊，这都不争？次数太多，我也懒得争了。一个什么都要偏袒其他女人的男人，根本不值得我嫁。爸，我想好了，我愿意回去继承家产。沈之毅，你能力是有的，但团队协作意识太差，这个 C 是希望你反省。之毅姐，这个项目你也帮了我很多，我的奖金分你一半吧。顾总，林助理那份报告里很多内容都是沈经理的成果。数据不代表全部，绩效看的是综合贡献，不是单纯看谁做了多少事。顾总，要不还是把 S 给之毅姐吧，我不想因为我让你们吵架。婉婉，你应得的，不用让。沈之毅，别让大家觉得你输不起。输不起，顾彦舟，原来在你眼里，我连为自己受到的不公感到委屈，都成了你嘴里的输不起。之毅姐，你别怪顾总，他只是对你要求更高。你看林助理脖子上那条珍珠项链，那是上个月说供应商送错了，顾总随手给他的。还有他桌上那限定 LV 包，是顾总出差特意带回来的。可怜沈经理，跟了顾总整整7年，沈经理收到的最贵的礼物不超过200块。之毅，想好了吗？爸，我想好了。之毅，你终于舍得停手了。这几年我劝了你多少次，让你回来继承家产，你偏不听。爸，以前是我傻，以为陪他吃苦能换来真心。既然想通了，那就回来。撤资流程我会让人办。之前沈家给顾氏集团打的那几笔匿名扶持款，后续也不再追加。好，一切按流程办。顾彦舟，只要沈家一撤资，那2个等着续命的新项目就会彻底瘫痪。你很快就会知道，所谓的顺风顺水不过是一场假象。沈经理，顾总让您立刻去他办公室一趟。之毅姐，我真的不是故意抢你的。如果你不高兴，我可以不要这个 S。沈之毅，你又跟他说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说。那他为什么哭？顾彦舟，他爱哭不哭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现在这个态度，难怪这次考核会被评 C。这个我不签。不签？沈之毅，公司不是你家开的。公司虽然不是我家开的，但他能活到今天，靠的全是我沈家。那就走离职流程。因为一个 C 档绩效，你要离职？之毅姐，外面工作不好找的，顾总也是为你好，你别冲动。你要是真有本事离开这里也行，但别怪我没提醒你，外面没人会像我一样惯着你。知道了。喂，刘总您好，那份盖章的原版合同是吧？在城西档案库里。好，没问题，晚上之前我一定亲自给您送过去。好，待会儿见。
材料在城西，这项目之前是你跟的，我们现在一起过去取。好。顾总，我胃有点疼，可能是中午没吃东西。你先上车。你打车过去，我先送婉婉去医院。知意姐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麻烦你跑一趟了。你打车路上慢点儿，千万别淋坏了。资料别弄湿，别让人觉得你不专业。顾总说胃疼的人不能加班，被偏爱的感觉真好。别装病，婉婉已经把资料整理好了，你尽早弄好。不然呢，沈之意，我是公司老板，不是被你拿捏的冤大头。你笑什么？有什么好笑的？冤大头，顾彦州，你居然有脸说自己是冤大头？难道不是吗？之意，顾氏公司现金流断裂，你真的还要用咱们沈家的匿名基金去给他补上这个几千万的窟窿？爸，就这一次，如果不补，他的公司就垮了。可他现在连办公室的租金都拖欠着。爸，算我求您了，您让人提前打款把他们的租金垫上，还有他一直谈不下来的那个核心项目投资，也动用沈家的关系帮他牵连搭桥吧。你现在站在我面前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是冤大头，这些年真正被你当成垫脚石的人明明是我。顾彦州，公司最难的时候陪你熬了多少夜，林婉婉一只包的钱比你给我涨过的薪资都多，你觉得我图你的钱？你看，又开始计较了，还说自己不在乎。你今天走出这个门，就别指望我去哄你。求之不得。诗怡姐，你别误会，
顾总只是陪我买庆功宴要用的东西，毕竟我拿了 S， 部门说要办个小庆祝。跟他解释什么？一个绩效而已，闹到现在。这些东西大概刷的是公司卡，而公司账上最后一笔充裕的流动资金是沈家拨进去的。他们拿我的钱庆祝入林婉婉的 S， 也用我的钱给我降价。知意姐，你去哪儿？要不要我们送你？他不想上车就算了，不惯着他。新城市的办公地址和收购案细节已经发你邮箱了，你什么时候过来？好，明早就去。志毅，阿姨想和你吃顿饭，聊聊你和燕州的事。恋爱7年，婆母对我从未苛责过。这并不是只有顾母的家宴，而是一场赤裸裸的鸿门宴。坐吧，大小姐。先声明，是我妈让我来的，不是我求你。燕州，想吃什么自己点，别回头又说我亏待你。阿姨，谢谢您的好意，但饭不用吃了。我已经提交离职，也会和顾燕州分手。林婉婉说的果然没错，你就是想逼我给你升职加薪。顾总，我没有那样说过。知意姐，你别误会我，那个 S 我真的可以不要，奖金我也可以还给公司。你别因为我和顾总分手好不好？放手。知意姐，我知道你恨我拿了 S， 可你不能毁掉明天的客户路演资料啊！沈之意，你太过分了！明天的路演你不用来了。过去7年，每一次都是这样。林婉婉哭，她心疼；我解释，她嫌烦。阿姨，谢谢您这些年对我的照顾，再见。林助理，这份方案里第2阶段的资金比例是多少？如何应对供应链断裂的风险？如果供应商临时违约，备用方案是什么？去把沈之熙给我叫过来，快去！
顾总，沈经理的工位已经空了。沈之意的工位空了是什么意思？你给我说清楚！顾总，行政部那边说，沈经理在3天前，也就是跟您在餐厅吃完饭的那天晚上，就已经把所有的离职手续全部办完了。离职？没有我的签字审批，他凭什么能走？谁给他的胆子办的手续？是沈经理自己提交的，当时劳动合同里写了，只要提前通知，就能自动走系统流程。滚！给我出去！沈之意，你敢跟我玩这一套？沈之意，你给我开门！你长能耐了是不是？闹离职也就算了，现在连家都不回了。沈之意，你别在里面装聋作哑，因为一个绩效考核你至于吗？你现在出来跟我回公司给客户道个歉，我还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。吵什么吵？大中午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别敲了，这屋里没人。没人？他明明住在这里，他能去哪儿？去哪儿我怎么知道？之前住这儿的小姑娘，人家3天前就找了搬家公司，把里面的行李搬得干干净净。人都搬走3天了，你在这装什么神情呢？要砸去别处砸去。搬走了，搬得干干净净。喂，什么事？顾总，出大事了，出天大的事了！沈氏基金刚刚发来正式公函，终止对我们公司的一切注资了。你说什么？沈氏基金终止注资？这不可能！怎么回事？沈氏基金为什么会突然终止注资？我们不是一直合作的好好的吗？顾总，这是他们刚刚发在系统对接平台上的，我已经截图发到高层群里了，您自己看吧。不可能，是不是财务流程出现了延迟？再去确认，让对接人马上联系沈氏基金那边，快去！顾总，我已经确认过3遍，对方说是按合同约定终止，不存在误会。现在账面现金最多撑半个月，城东和云起2个项目都等资金进场，如果停摆，不只是违约，还会影响下轮融资。沈之一前脚刚离职，沈氏基金后脚就对我们撤资，天底下有这么巧合的事情？老刘，你觉得这是巧合吗？顾总，沈氏基金那边的投资向来是由总部的高层决定的。沈经理虽然能力强，但他一个普通经理，应该还没有这么大的能力，能左右几千万资金吧。顾总，您别太着急了。不过，知意姐这次是不是也太过分了？她就算生你的气，也不能拿公司开玩笑啊。不过，知意姐这次是不是也太过分了？她就算生你的气，也不能拿公司开玩笑啊。原来到了这种时候，在你们眼里，我依然是那个可以随便甩锅的垫脚石。
出了事情，第一反应永远是把脏水往我身上泼。可沈氏基金从来都不是你顾氏集团的提款处，那些扶持款是我以沈家大小姐的身份求着父亲给的。顾妍媛，是你自己把每一次的雪中送炭都当成了理所当然。沈姐，顾总刚才在办公室大发雷霆，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，还问了我们好几个人，他发现根本联系不上你。顾彦舟当然打不通我的私人电话。搬离公寓的那天晚上，我就已经把他的电话号码、微信、邮箱以及所有能联系到我的社交账号全部彻底拉黑了。曾经我最怕他找不到我，所以24小时不敢关机，连洗澡都必须把手机带进浴室，生怕漏掉他的一条信息。可现在，我只怕他还能找得到我。顾总，这可是我们整个部门跟了整整3个月的核心大客户啊！当初沈经理还在的时候，从最基础的需求到最后的风险包底，一连给您写了整整4版不同的应对方案，就是为了防止路演出现任何纰漏。可不是嘛，结果上台汇报的人换成了连方案逻辑都没搞懂的林婉婉。客户提的那3个问题，他站在台上像个木头一样，一个都没答完整，简直丢死人了。就是沈经理在的时候，我们从来没出过这种丑。顾总，大客户一旦对我们的专业度产生怀疑，不仅是这个项目完蛋，我们后续的资金流也全链条告急啊！够了，路由已经结束了，现在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？鉴于贵司在路由中展现出的极度不专业，我方决定即日起终止一切合作，前期对接损失、档期占用费用由顾氏承担。顾总，这赔偿款绝对不能拖啊！一旦拖延，人家走法律程序申请财产保全，我们下周的融资就彻底完蛋了。顾总，我看过合同了，当初签约的时候，违约责任条款对我们顾氏极其不利，如果不赔，一旦对方起诉，我们毫无胜算，甚至还会面临巨额的信誉受损风险。够了，都给我闭嘴！林婉婉，你跟我进办公室。为什么？我问你为什么答不上来？顾总，那些资料原本就是知意姐负责的，我只是个临时顶上去的。临时顶上去的。林婉婉，你现在跟我说你是临时顶上去的，那你拿 S 绩效的时候为什么没说自己只是临时顶上去？顾总，我也是为了公司好啊，我不想看着你为了方案的事情每天那么累，我想替你分担，我真的不想让你为难。以前沈经理在的时候，不管遇到多大的坎儿，哪怕是资金链断裂，沈经理也能拉来匿名投资。就是，现在换了林助理当特助，除了会哭还会干什么？你们快看，快看公司匿名交流群，有人在群里发了今天大爆料。云起项目方案主笔沈之一，城东项目客户主谈沈之一，路演答辩资料搭建沈之一，季度绩效林婉婉 S 级，奖金翻倍；沈之 C 级，绩效清零，岗位津贴下调。这合理吗？干活的人拿 C 档，只懂得哭的人躺着拿 S 级，天理何在？沈经离职时文件都留齐了，但客户关系和谈判逻辑不是看文件就能学会的。林助理拿这个 S 级，到底凭的是他的工作能力，还是凭的他跟顾总在总裁办里卿卿我我的综合贡献啊？商务舱、项目署名、奖金、特助奖全给他了，现在出了问题又说资料是沈经理负责。
想干了是不是？所有人立刻退出群联，停止讨论。谁要是再传这些不实言语，直接开除处理。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，城东的项目和2000万的资金缺口必须尽快补上。各部门配合一下，不惜一切代价先去稳住大客户，把合作求回来。顾总，说的容易，可现在谁能去补救？懂客户底线的人是沈经理，熟悉模型漏洞的人也是沈经理，甚至连知道供应商真实报价的人都是沈经。顾总，我也去沟通过了，但这个项目一直以来都是沈经理在主导，我们现在只能按部就班地整理现有材料，至于客户愿不愿意接受，我们没法保证。去联系沈之一，不管用什么办法让他回公司。顾总，已经给沈经理打了10个电话了，系统一直提示正在通话中，我好像被他拉黑了。顾总，我发过去的邮件也被拒收了，微信显示不是对方好友，需要发送验证申请。你们谁还有他的其他联系方式？或者去找和他共同的朋友问问，快去！顾总，不用问了，刚才老王给沈经理发了消息，沈经理只回了一句话。他说什么了？成本压缩方案，怎么连这个也是他做的？顾总，这是咱们公司早期现金流最紧张的时候，沈经理熬了3天3夜做出来的。如果不是这个方案，公司根本撑不到沈氏资金的第一笔注资。那这个呢？城东项目的对接案，这是上一次城东大客户临时毁约，咱们面临300万巨额索赔的时候，是沈经理带队补上的替代订单。商业计划书，这可是我亲自跟投资人讲的 PPT。顾总，当时公司融资遇阻，是沈经理在办公室不眠不休，把计划书改了10几版。您看看这些文件的最后一页，最下面的落款。怎么会？每一份都有他的名字。沈之一。顾总，不好了，银行那边拒绝了我们的续贷申请。拒绝续贷，这怎么可能？银行的人说了，我们的核心项目存在巨大风险，他们评估后一致认为我们不具备还款的能力。怎么会在这个节骨眼上？沈总，这是刚刚从顾氏集团内部流出来的资金表，现在他们整个公司都已经乱成一锅粥了。3笔钱同时压上来，顾氏账上那点现金连最先到期的1半都填不上。你们彻底撑不住了。沈姐，顾总今天放下了所有架子，1天之内连续见了3个投资人，现在正在里面求人呢。顾总，你们公司的核心团队变动实在太大了。沈之义经理已经离职，你们现在的项目风险完全不可控啊。燕州，你给我老实交代，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
妈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已经够烦的了，您别跟着添乱。我添乱？你看看现在的公司被你搞成什么样子了！沈氏基金撤资，银行拒绝续贷，核心客户要起诉我们。你是不是为了李婉婉那个女人，把知意给逼走了？妈，您把话说得太难听了。这件事情和婉婉没有关系。沈之思他只是在跟我闹小脾气，故意在公司拿离职来要挟我，想让我去哄他，给他升职加薪。闹脾气，要挟你，顾衍舟，你真拿自己当个宝了？难道不是吗？他以前哪次不是闹几天就自己回来了？顾衍舟，他这不是在闹，他这是彻底不要你了。知意，阿姨知道你受委屈了，是燕州那混小子犯糊涂，你跟阿姨回个电话好吗？我受委屈的时候不站出来，现在利益受损了，才想起来安抚我。顾阿姨，已经太迟了。知意，明早9点正式签约，你确认没问题，我们就定下来。好，我今晚会做最后的复查。沈总，楼下有位顾先生说要见您。顾衍舟，你居然能查到我的最新地址，可惜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请问你有预约吗？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顾氏的总裁顾衍舟，我来找我的未婚妻沈之意。对不起，顾先生，我们都得按规矩办事。请问您有沈总的预约吗？如果没有，请您立刻离开。你们弄错了，我找的是沈之一，不是什么沈总。什么沈总？他也配？这里确实只有一位沈之系女士，周氏投资部新任执行负责人。周氏，这不可能。沈总，顾先生依旧在大厅等候，说非要见您一面。要让保安处理掉吗？不急，顾衍舟愿意等，就让他等。好，听你的。沈之意，沈之意，你宁愿去周氏，也不回顾氏。顾总，我离职手续合法合规，去哪里工作和你无关。和我没关系。沈之意，你倒走得干脆。顾氏集团现在是什么情况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顾氏的死活与我何干？与你何干？沈之意，城东项目、供应商款、融资材料，哪一样不是你亲手经手的？只要你肯跟我回去，我可以恢复你的职位和绩效。你笑什么？沈之意，你还想要怎么样？恢复，顾衍舟，你觉得我现在还需要这些吗？沈之意，你别不知好歹！顾衍舟，我说过了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顾先生，听清楚了就请离开，沈总需要休息。这是我和我未婚妻之间的事情，
你有什么资格说话？顾彦舟，我现在有新的项目，不会回头。新的项目？我看是新靠山吧。沈之意，你是不是早就攀上了周延白？顾总，注意你说话的措辞。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。他现在是周氏的人，也是沈家的合作代表，你没有资格在这里羞辱他。7年，沈之意，我们在一起7年，你现在就因为一点误会，连旧情都不念了。7年，顾彦舟，7年里念旧情的人一直是我。之意，我看见了，我一直都看在眼里。不，你没有，你只是习惯了我替你收拾烂摊子。大小姐，沈董已到周氏会议室，等您主持收购案。大小姐，沈之意，这上面的大小姐是什么意思？沈之意，你把话说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顾总，请自重。你眼前的这位沈之意女士是沈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。如果你真是沈家大小姐，为什么要在顾氏做一个普通项目经理？因为我曾经以为陪你从低处走起来比直接给你一切更有意义。沈总，顾总今天给您打了30个电话，还发了大量信息，需要处理吗？不用看，全部拉黑，直接删除。顾氏的事情已经和我们没有半点关系了。是，沈总。之意，沈总，我先去车里等你。好。之意，我要出国了。过去这3个月，顾氏几乎被拆开重组，部分资产被迫出售，董事会也早就不再让他掌权，去海外分公司处理最后的烂摊子。是，国内已经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了。之意，以前在顾氏的时候，那些资源分配、项目署名，还有绩效的事情，对不起，是我太自私，是我伤害了你。顾彦舟，这句对不起我已经不需要了，但我希望你记住，以后别再把别人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。这3个月，我每天都在想，之意，你恨过我吗？恨过，但现在不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对我来说已经彻底不重要了。我懂了，原来你真的不要我了。祝你幸福。顾氏已经被彻底拆分了，顾彦舟去那个千疮百孔的海外分公司是他唯一的退路。你心里还有变动吗？没有，
从我拉黑他的那一刻起，他的结局就已经与我无关了。沈总、周总，董事会的高层和各方投资代表已经在会议室了，接手审视重点投资项目的签约仪式，还有5分钟开始。走吧，沈总，属于你的战场在等你了。沈总，这是经过董事会和周氏法务部共同复核过的最终合同，请您过目。笔锋落定的那一刻，我想起很久以前的自己，那个为了一个人藏起身份、收起锋芒、替他铺路的沈之意，他终于走出来了。沈总，合作愉快，祝贺你，终于拿回了本该属于你的一切。周总，谢谢。其实我拿回来的不仅仅是沈氏，更是我自己。我也终于明白，真正值得奔赴的从来不是谁的偏爱，而是我自己的人生。